月求万世。爱不会停止，相背相依，不离不弃，永在一起。我要跟着你一辈子，送上一针钢丝，只为那份爱的真实。我的情诗。大大，我们不是来找慕容姑娘的吗？为何在这里站了1个时辰多了，还继续站着？你是怕她不肯见你吗？不怕，因为他正在等我。那你为什么还不上去啊？你这么一直望，脖子不酸吗？好好好，我投降，好吧。唉。狄仁杰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王浩德出事了。小姐，你还在等狄仁杰？用不着你管。我怎么能不管？我们要赶在城门关上之前离开。我们走后，王少卿向武媚娘借了武士殿的钥匙，为了安心调查，一个人进去。谁知1个时辰过去了，王大人却还没出来。众人敲门时，发现门已被反锁。参见蒋大人。王浩德大人还在里面吗？还在店里，没有出来。交给我，你快去救王大人。救人呢！小姐，上车吧。小姐，狄仁杰是个寡情的人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想着他了。我想什么与你无关。别忘了，我是小姐，你是奴婢。哎呀，小姐。这次到长安城，我已经陪你做了很多大胆的事儿，都不知道怎么跟姑姑交代。姑姑最不喜欢狄仁杰，平时你还要跟他见面，那我真的很难。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慕容清便是我药王谷第20代谷主。参见药王谷第20代谷主。
路！我要慕容清跟我走。王浩德大哥受了重伤。谁下的手？我。我已经用悬丝神针为王大人保脉续命，接下来为他做好止血，免得血脉一脱，血流不止。蒋大人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夜，王大人把自己反锁在了感业寺的古石殿中，无声无息，直到我跟狄大人赶至，推开殿门才发现。 王大哥，王大哥，坚持住！人家来救你！王大哥，坚持住啊！墨云，拔剑！拔剑干嘛？将王大哥的手7万斩下！快，来不及了！蒋大人，墨云，王大哥就交给你了。 感业寺的官兵已经全部都死了，他们都是自己把自己给掐死的。大人，不会真的有鬼吧？传我令下去，立刻封锁城门，擅自出入者斩。另外再派3万士兵去巡逻长安城，一旦发现可疑人物，立刻收监。是。 狄仁杰，你总算亲眼见到了吧？王大人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。但是王大人的气血滞行太久，伤了3阳经，断了阳维脉，能否醒过来，还是未知。 活着就有希望，王大哥是个铁汉，定能熬过去，这我不担心。慕容姑娘，你相信人可以掐死自己吗？不信。难道是有冤魂索命？我狄仁杰从来没见过杀人的鬼，只见过杀人的人。但无论他是鬼还是人。 我定会把他抓出来，还王大哥一个公道。蒋大人，可否带我去看一下守卫的尸体？请。外面还有很多跟这位死状一样的尸体。这的确是被人掐死气绝的迹象，但是又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银针，是。任杰兄已经用银针测试过了，他并没有中毒。青山流水一份，是。 要我相信他们自己掐死自己，我宁愿相信他们全部都中了毒。这青山流水是我们药王山庄的秘方，如果血中有毒的话，这青山流水便会变成绿色。毒性越强，色泽越深。你问问他，这还要过多久才能变色？ 我狄仁杰从未见过一种毒药可以让人自己掐死自己。他应该已经听见了吧？我说的话他听不见，你说的话他才听得入耳。慕容姑娘，
为什么有人说的话你会听不入耳呢？有些人的话，我就是没兴趣听。不用我重复了吧？墨云，拿一个白瓷碗来。哦。把这个什么青山流水的给我。小姐。果然是中了毒，只是毒性轻微，色泽不深。你跟他讲，既然毒性这么轻微，是怎么毒死人的？而且又如何同时向这么多人下毒？你是不相信我的话？是他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有这种毒。走。青子，蒋大人说的对，毒性如此轻微，怎么能让这么多人同时中毒呢？他们虽然都中了毒，却并非死于中毒。是蒋大人说的，还是你狄仁杰这么想？是我这么想的。况且王大哥身在普氏殿中，守卫却在殿外，为何会同时中毒？这根本不可能。看来，有一个人能替我们解答。昨夜王大人向媚娘借普氏殿的钥匙，媚娘便借给了他，后来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昨夜，你一直都在房里吗？正是。可有证人吗？蒋大人是怀疑媚娘与昨夜的命案有关。只是怀疑罢了，没有证据。狄大人，怀疑和谣言一样，是不需要证据的。自从御医在普氏殿离奇毙命之后，媚娘的言行一直受到了监视。蒋大人要是怀疑媚娘昨夜的行踪，可以向守卫查问一下，便会清楚。杀人不一定要在现场的。杀人确实不一定要在现场，有道理。怀疑也不一定需要证据，但这杀人动机总不能没有吧？或许有人担心王浩德在普氏殿中会查出什么，所以杀人灭口。普氏殿的连串命案牵涉许多条人命，而受害者的死状皆和御医方太极相同。武媚娘，你既是杀害御医的嫌犯，自然也是昨晚毒害王浩德以及多名守卫的嫌犯。蒋少卿，这只是另一个没有证据的怀疑。除非蒋少卿与无知的妇孺一样，相信巫术可以杀人，那你现在就把武媚娘扣押行刑，向皇后领功。否则，你就把凶手找出来，免得2天以后，一个含冤无辜的女子被人以大火活活烧死。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，我会找到证据。谢谢大人一直维护，只怕这真凶不易捉拿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狄大人对媚娘的恩情，媚娘将永记于心。我也是同一句话，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，我不但会找出证据，也会把凶手找出来。告辞。大人留步。大人，真凶若是想嫁祸媚娘，目的早已达到。现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扩大事态，估计目的不仅如此。所以大人，万事小心。谢谢媚娘的关心。
媚娘也请保重。他的确没有杀人动机，而且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凶手不惜大开杀戒，一定另有目的。还记得王浩德大哥曾经说过，惨关联重大吗？我有一个预感，还会有人会因此案而牺牲。我不相信这个女人。为什么？女人的直觉。虽然说她可能不是凶手，但也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。证据啊，慕容小姐，其他凶手不是凭直觉的。2件凶杀案，都闹到她的头上。普通女人早就一哭二闹了，怎么可能还像她那样，在你们面前言笑晏晏、娓娓详谈呢？就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杀人，所以她半夜敲门也不惊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个女人最厉害之处，就是能够把初次见面的狄仁杰服服帖帖地收为己用，为他顶撞大理寺少卿。光是这一手段，就已经很厉害了。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只是认为武媚娘不是凶手，所以才为她说话。你说武媚娘不是凶手，证据呢？不会是光凭直觉吧？我会找到凶手，找到杀人的方法。我说了，是毒。世间根本没有让人自己掐死自己的毒。你的说法，我完全不接受。这只是你孤陋寡闻罢了。慕容宝，我们走。慕容姑娘去哪儿？与大人无关。长安城已经进入戒严状态，所有的城门已关闭。你劳累了一晚，不如早点回去歇着。浩辰这就命人送你们回客栈。我要是想离开长安城，自然会有我的方法。只是现在心情突然不错，想去西市逛逛，买一点女人家的饰品，不用蒋大人操心了。他在吃醋。别说你不知道啊！现在搜索去办，明白吗？你主仆2人劳累了一夜，我在天善居设了一桌酒菜，不知2位可否赏面？这提议不错，请。小姐，你不会真的是要逛街买东西吧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当然不行了，现在街上这么乱，哪是逛街的时候啊？我们还是赶紧回客栈吧。那你自己回客栈吧，我一个人逛街就可以了。小姐，你可别忘了，姑姑让我看顾着你。她说，要是你敢胡作妄为，就让我一定阻止，否则我怎么跟姑姑交代？不用担心，你被解雇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把你安全的带回去。解雇？什么解雇啊？我是药王山庄的庄主，难道解雇你还不可以？你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了，也没有必要向姑姑交代，自便吧。解雇，小姐。帮主，怎么样？西市东市都找遍了，不见狄仁杰。哎呀，常振锋不再是帮主了，别叫我帮主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找谁都找不到。哎，这边。这每天麻烦事够多，常振锋也完美。其实任杰兄也相信普世殿一案是集体中毒事件吧？现在只是推测，就等慕容姑娘来证实了。而且啊，她一定会回来证实的。哎呀，到处都是官兵，这生意怎么做呀？干脆
把铺子关了。老板，哎，还做生意吗？做呀，当然做呀。姑娘，你要买什么药材呀？我要一间药店。啊，浅将不如激将，难怪严大人说你聪明绝顶。女人心海底针，也都可以被你算得这么仔细。蒋大人过奖了。如果哪个男人啊，要是自以为能看清女人心，那真是自寻烦恼的冤大头。自寻烦恼本就是男人的天性，不是吗？但其实任杰兄心里明明就不想让慕容姑娘趟这次的浑水，但偏偏又抵挡不住普什店神秘集体杀人事件的吸引力，还是让慕容姑娘去寻找那毒药的来源。蒋大人，你想多了，我家大大只是想见慕容姑娘而已。吃你！看来狄盼佐是个多情人，也不枉蒋某冒着掉乌纱的风险，为你带来一个消息。2个时辰后，大理寺便会拘捕慕容清。大大，你听到这个消息还能吃得下去啊？你也快吃，快！啊！你俩一夜未睡，不补充一点体力，又怎么在2个时辰之内帮慕容清洗清嫌疑呢？但慕容清之前一直在药王山庄，昨晚才回到长安城。这大理寺是怎么追查到他的呢？王昭彦死后的1个月，大理寺便派出精锐展开调查。刚得到消息，说王昭彦死前1个月，药王山庄曾采购大量剧毒药材，而成分呢，就跟杀死王昭彦的相同。经大内御医的分析，王浩德所中的奇毒，天下间除了慕容清外，一时无人能配。还有，慕容清连夜离城的时间，刚好是王浩德在普什店出事之后。一切线索都表明，慕容清可能就是谋害王氏兄妹的凶手。王浩德一案，皇上极度重视，嫌疑人等一律宁枉不纵，所以我已派官兵和刀斧手把慕容清包围，只待一声令下，便立刻把慕容清拘禁审问。朝廷跟江湖一直以来保持着看不见的平衡，江湖的事就用江湖的规矩来解决，朝廷也就闭着眼办事。但普什店的命案查办刻不容缓，要是慕容清被捉，朝廷和江湖的平衡势必被破坏，双方要是发生冲突，对彼此都是大劫一场。所以你知道，为什么我要冒着掉乌纱的风险来拖延这2个时辰？是不是只要证明慕容清不是凶手，便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？我也不是一个爱自找麻烦的家伙，况且我也是学武之人，也算半个江湖中人。有些事情，我还是不想看到。哎呀，这顿饭来的真是及时啊！只是水煮七里，辣劲儿不够啊。蒋大人，你的人情，狄仁杰记住了。现在仁杰去找个朋友，半个时辰后，普什店外界，我定会证明慕容清不是凶手。没有啊？啊？没有？找到狄仁杰了吗？还不快给我继续找！是，王振峰，那边，给我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站住！狄仁杰，你别跑！站住！还不快跪下！还不快给帮主跪下！啊！属下参见帮主。参见帮主。莫雨，这就是你们的代帮主莫雨。啊！属下参见代帮主。参见代帮主。这就是你交给我的新任务？正是。好，现在帮主也给弟兄们一个任务。
想必你们已经做好了为帮主勇于牺牲的准备了吧？牺牲！狄大人看起来胸有成竹啊。蒋大人，实不相瞒，任杰现在满脑子里装满了酒香，其余的什么也没有。那任杰兄还有1个半时辰进行调查，当午时钟声一响，我便会到仙药炉，亲自将慕容清捉拿归案。那事不宜迟，进殿吧。请。都是大理寺的禁卫，个个都是千中选一，能够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，搜集一切证据。难怪蒋大人无案不破，有这样精锐的禁卫队助你查案。请。他们正在巨细无遗地把现场绘画存档下来，经过存档的资料以及档案都放在那里，子时以前随便你查阅。这里的证物还真不少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昨夜在王浩德身上搜到的。这小锤不像武器。王大哥带此身上干嘛？我也是毫无头绪。狄大人，时间不多了，好好珍惜吧。不会走远了吧？我可以在殿外等你。最好，省得跑来跑去花时间。你知道药王山庄为什么在江湖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吗？除了因为慕容家医术称神，神针绝妙天下之外，还有就是因为100多年前药王山庄的第1任庄主，冒死在马贼手上救下5名孤儿，并将他们抚养成人。据说这5名孤儿日后在江湖中成为了门派的掌门和帮会的帮主，从此江湖进入太平盛世。所以江湖中人觉得，药王山庄一直对他们有恩，恩仇必报是江湖的规矩。要是今天有人敢对慕容清小姐不利，我怕今天来此的江湖中人都不会袖手旁观。没错。介绍我自己了，在下墨雨，今天刚上任的长乐帮代帮主。
是你叫墨雨带其他人去保护慕容清的吗？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这扇门有点古怪啊。王浩德大哥之所以拿着这个小锤，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密门。你看，依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，这扇门应该很多年没有人打开过了。在这个桌上放着3个圆柱体的物件，现在已经不知所踪。这地上的半个鞋印，也不是王浩德大哥留下来的。依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，这里面最近藏过人，大有可能是普世殿的连环凶案的凶手。你是说王浩德来到普世殿，是为了与藏在这里的凶手见面？如果他们是约定好了见面，王浩德大哥为什么要拿着这个小锤去寻找凶手躲藏的地方呢？实在是想不通。一切发生在普世殿的事，背后一定有一条神秘的线，我们还没有抓到。只差这一条线。那你就得赶快找到这条线，否则时辰一到，在仙药炉守着的那些江湖兄弟通通得死，甚至满门抄斩。你忍着累不累呀？来馋不馋？真是太香了！大口喝！哎，香不香这酒？香。闻一闻我就醉了。你就为了一个连话都不跟你讲的慕容清，要牺牲这么多条性命，值得？现在站在仙药炉前的人，都是分布于五湖四海中的江湖人。朝廷如果敢动他们一根毫毛，就是与整个江湖作对。即便是朝廷不出手，江湖也会找朝廷算账。还有，狄仁杰虽然朋友不少，但还真找不出来这么多人。今天站在仙药炉前的人，都不是人杰叫来的，而是来报恩的。药王山庄对江湖有恩，崇高地位至今不变，就是因为江湖中人有仇必报，但也有恩必还。这也许就是朝廷和江湖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吧。所以我狄仁杰要保护的，不是慕容清，而是有恩于江湖的药王山庄后人。狄仁杰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官场中人，你现在使用江湖的力量来对抗朝廷，这是犯上的大罪。一旦追究起来，不仅功名不保，还会人头落地。若真要追究，恐怕不止追究我一个了。试想，为了捉拿一个慕容清，竟弄得整个长安大乱，朝野敌对，后患无穷，想必皇上也不愿意见到。怪罪下来，蒋大人和大理寺上下恐怕也会受到牵连吧。狄仁杰，你是恩将仇报，威胁我吗？不是威胁，是想大人再帮我一次。如果没有大人的帮忙，仁杰无法证明慕容清的清白。一是你放弃捉拿慕容清，我定会助你把普世殿的案件查个水落石出；否则，你就跟我一起查，或许有奇迹出现也未定。你就这么肯定，不是慕容清所为吗？一定不是。但就算有我帮忙，也未必能创造出奇迹。蒋大人，我想静一静，换个环境透一口气。或许
对找出证据能有帮助吧？快没有时间了，所有的证据跟物证都在这里，都记在这儿了，只是太乱了，还理不出头绪。难怪有人说武媚娘不简单，大罪尚未洗脱，却还有闲情逸致在这边泼墨弄彩。案子破与不破，都不是媚娘能左右得了的。这大好的花季是上天所赐，花无百日，能赏则赏吧。说的也是，花无百日好，能赏则赏，这才是人生。这么复杂的花瓣，被你这巧手一画，似乎很简单。不是媚娘手巧，是媚娘心境罢了。这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，唯心境可观。人心不静，利令智昏；民心不静，天下大乱。唉，好一个心境！大人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如你所言，难处确实有一个，就是心乱了。如大人不嫌妾身多事，不妨把心中的乱说出来。只怕乱了媚娘作画的雅兴。况且呀，说了也没用。不试怎知无用？既然有缘在遇，不妨一试。那就打扰了。整件事啊，就是从一张喜帖开始的。小姐，是谁在外面这么吵啊？问问不就知道了吗？谁在外面这么吵？啊，回慕容姑娘的话，外面来了一大帮官兵，已经把仙药炉团团围住，说是姑娘和王浩德兄妹之死有关。不出半个时辰，就要进入仙药炉，捉拿姑娘。我是常振锋，奉帮主狄仁杰之命，前来保护姑娘的。外面还同时来了一大帮江湖人士，他们都是自愿来的，自愿前来保护姑娘的。小姐，狄仁杰的情，我可不领，让他们全部都滚。小姐，这事已经越闹越大了，要是让姑姑知道，又想让我解雇你是不是？要来要去我自己做主，任谁也别想留住我。大人，关心则乱呐。我知道，可还是忍不住。慕容姑娘能有你这位知己良朋，真是幸运。她这要是能懂我就好了。你不知她，又怎知她是否知你？刚才听你所言，她赌气出门，又买下了整间药铺，似是心中比你还乱。
好一个情谊，没想到既能乱心，又可以释怀。啊，不好，午时到了，蒋大人不会留情的。大人，关心则乱，有些问题明明简单，答案就在眼前，是因为人的心想的多了，才变得复杂难解。或许真的是我想的太多了。还是毫无头绪吗？狄仁杰，要不你现在跟我去仙药炉，劝慕容清跟我回大理寺，我保证，绝不为难他。我就要去执行任务了，没有时间再犹豫了。你去吧，我还要继续留在这里调查。时辰已到，难道你不管其他人的死活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保护慕容清是他们自愿的。如果你现在带走慕容清，他们定不会答应你。我是官，捕捉嫌犯是我的职责。还有狄仁杰，我很羡慕你，如果有机会，真想跟你大醉一场。可惜啊。心静。心静，一定要心静。关心则乱，有些问题明明简单，答案就在眼前，是因为人的心想的多了，才变得复杂难解。答案就在眼前，我一定有看过。快出来！官府办事，闲杂人等一律退让。蒋大人，我知道我家大大十分尊重你，故还是想先求你。慕容清在王氏兄妹一案中，虽然嫌疑最大，但证据尚未确凿，不知可否网开一面，暂缓扣押呢？非常事件要用非常手段。慕容清不是个平凡的角色，倘若今日没法抓到他，他日要想再抓他便更难。
那为了完成任务，只好得罪了。动手！住手！大胆！幸好及时赶到，蒋大人，我终于想通了，也找到了。真的？大胆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已经没时间了。我们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打开普世殿大门的时候，王浩德大哥看到我们，就撞到殿内一塌糊涂。不是，可是这件事情跟慕容清他是不是凶手有什么关系啊？大有关系，因为王浩德看到我们，不是为了逃跑，而是为了尽他最后一口气，保护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人。他撞到殿内一塌糊涂，就是为了掩饰这个。能让他尽最后一口气去救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王昭彦。这个耳环，就是王昭彦的。王昭彦并没有死，而且他还在王浩德遇害的时候，同时进入过普世殿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从药店里飘出来的。不是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叫你们逼我逼得这么紧？要是多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够将捏死我的温柔配置成功。捏死我的温柔，就是毒害御医和王浩德的毒药吗？真是抱歉，让大家受苦了。但是为了查清长安城的离奇命案，以及还自己清白，不得不让大家大胆施药，让大家受惊受苦，还请各位原谅。啊，那个慕容小姐就不要客气了，啊，本来我们大家伙是要拼了命的来保护你的，啊，这点小小的痛苦，哎呀，算得了什么呀？谢谢各位，此恩此情，慕容清铭记于心。蒋大人，我买下这间药铺，就是为了要证明普世殿的离奇命案跟一种奇毒有关。请问蒋大人，现在是想押我入狱呢，还是想知道案情的线索？大风，去把朝中的严大人带进感业寺内。我在朝中也有所耳闻，朝廷并不愿意掀起江湖和官府的纷争，但是如果江湖要包庇真凶的话，朝廷也一定不会放过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江湖和朝廷的纷争我也管不了。我此次只为药，一种可以使人自杀的毒药。对于慕容清而言，也算是一种挑战。
幸好你失败了。哼，那也比有些人光说不做要强。慕容姑娘，我家大大做的可多了呢，要不然刚刚朝廷与江湖的对峙，墨鱼怎么会出现在外面呢？是啊，狄仁杰，刚刚你找到那只耳环呢？证据是你找到的，人自然也要你审。我蒋浩辰是大理寺的少卿，不再当你的传话筒了。蒋大人，有些人的问题，我未必会答，也未必愿意答。那浩辰只有不顾一切把你带回大理寺。慕容姑娘，人家相信你不是凶手，你未必会答的，叫人杰来猜；你未必愿答的问题，可以不回答。你只要回答你可以，可你愿意回答的问题就是。好，让我们现在重新梳理一下这件事。这个耳环是我在这普氏殿找到的，是王昭燕婚礼时佩戴的。她跌出喜轿的那一刻，任杰看得清清楚楚，想必也躲不过蒋少卿的一双慧眼。慕容清，我问你，王昭燕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她是我杀死的，但也可以说是我救了她。1个月前，王昭燕来药王山庄找我。恭喜你啊，昭燕，天威堂是个好地方。我还听说裘一帆是个很英俊的人呢。哎，你这……亲姐姐，求你救救昭燕吧，这里只有你可以救我。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我就只有一死了之。昭燕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你。亲姐姐，我根本就不想成婚。那个裘一帆我见过，不管别人说他怎么好，可是他在我眼里就是一文不值。为何？亲姐姐，我真的不想成婚。昭燕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你比我更知道，这里再大，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。亲姐姐，这门婚事不是我选的，都是我哥哥逼我的。我求你一定要救救昭燕。你让我如何帮你？我只要你让我死。王昭燕希望我帮助她假死，她便可以和她自己的心上人远走大漠，再也不回中原。于是我便四处寻药，帮她制成了可以假死的苗蛊之毒，然后亲自为她圆谎。我很羡慕她。王昭燕中的是蛊毒，会传染他人，不宜留在人多之处，尽快把人抬走吧。慕容宝，是。把王昭燕小姐的尸体小心移到后园无人之处，千万不要揭开布幔，10丈之内，生人勿近。昭燕姑娘，昭燕姑娘，没事了，昭燕姑娘。那女士怎么办？这尸体是昨天疾病死去的，我家小姐把它买了下来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谢谢，也替我谢谢你家小姐。你赶紧走吧。
我只是帮了昭燕这个忙，后面的事情我便一概不知了。后来，王昭燕根本就没有去到大漠，却来到了普氏殿。依她的武功，想要躲过守卫非常简单。可这普氏殿的钥匙只有2把，一把在武媚娘手里，还有一把在皇宫。那这王昭燕又是如何进到这普氏殿之内的呢？好，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。首先，王昭燕在假死之后，为什么要来到普氏殿呢？她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假设王昭燕一直躲在密室中，她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密室所在？这密室中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还有，王浩德为什么来这里寻找王昭燕？王昭燕是否又真的杀害了王浩德？还有御医方太极，是否也是王昭燕所杀害的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假设王昭燕就是凶手，她为什么要嫁祸给武媚娘？你们进入普氏殿时，可曾见过王昭燕？就算是她能进来，又是如何逃出去的呢？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殿门紧闭，除了王大人之外，就只有我们3个。也许昭燕为了掩人耳目，换上了守卫的装束，在我们打开殿门的时候，她躲起来，趁乱逃走了。我们当时都在救人，就没有注意到。就算是她能躲过你们的眼睛，可是为何不会中毒呢？除非就是她下的毒。慕容姑娘，这个毒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说过了，这毒的名字叫捏死我的温柔，是世间至奇之毒。捏死我的温柔，我怎么学医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？只能怪你学艺不精，心中只有功名。传说，在几十年以前，有一名奇将叫骆红尘，他对各项工艺、天文地理无一不精。所谓匠心独运这4个字，再配他不过了。骆红尘一生最伟大的成就，便是红尘6绝。没有人真的知道这6件作品是什么。随着他的死去，6绝便随之消失，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后人。但我曾听姑姑说过，6绝之一，便是天下至奇之毒，捏死我的温柔。严格说来，捏死我的温柔只是由2种普通药物混成，一种令人喉头生出火烧之感，另一种令人双手肌肉突然收缩，任何一种都不能致命。且所用之药材，就是普通药店都能买到，所以我才能即刻炼药。但却不能像骆红尘那样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把用药分量和药发的时间掌握得出神入化。第一种药，先在喉头爆发一阵剧痛，就在中毒者双手下意识捂住喉头之时，雨衣。第2种药及时发作，令双手手臂肌肉迅速收缩收紧，于是便出现了饿死自己的诡异情景。但最恐怖的是，捏死我的温柔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提炼的药物结晶，遇风即化成无形，且随风流动。中毒者不出半炷香的时间便会毒发，而小小的一点进入风中，便足以让数10人中毒。所以它一直存放在竹筒之中，并以桐油浸泡，阻止与空气接触。既然它毒发需要半炷香的时间，
那方玉一很可能在进入普世殿，等待武媚娘来之前，就已经被人下了毒，所以武媚娘一定不是凶手。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，但浩德兄进入普世殿1个多时辰之后才毒发，这又要怎么解释？墨云，这地上的污迹是什么？是桐油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一定有人在大殿内放毒。会是王昭燕吗？这有可能。但浩德兄出事时，殿门是紧闭的，外面的守卫又怎么也会中毒？此刻也是大门紧闭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气闷？蒋大人，请命人拿一个发讯号的烟弹过来。好。大家注意看看四周，有没有红烟冒出？这里有红烟。看来普世殿内是有通风的通道，捏死我的温柔，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。捏死我的温柔，果然随风而动，沾者即死，恐怕会大事不妙。狄判佐，此话怎讲？试想一下，要是有人站在京城的顺风之处，将承载着捏死我的温柔的竹筒打开，那京城会怎样？长安城便会成为鬼域。若毒气飘至皇宫，那便是大唐社稷的灾难。大风，立刻赶回大理寺，通缉王昭燕。他身上极有可能携带剧毒毒药，若他敢反抗，立刻格杀。蒋大人，毒药可能不在王昭燕的身上，而且此案尚有诸多谜题未解。如果杀死了王昭燕，恐怕会让一切线索中断。狄判佐，现在普世殿一案已牵涉到我大唐社稷的安危，接下来就交由朝廷和蒋少卿全权处理吧。你的职责已尽，其他的不必再理会了。严大人，人家做事向来有始有终，从未中途放弃过。狄判佐，是非得已，不要再执着了。那把王大哥交给任杰来照顾。等他苏醒后，我问清事实，便会离开。任杰兄，王少卿自有御医会照料，你不必担心。严大人，当初让任杰协助查案的正是大人，而如今到了关键时刻，大人却让任杰请辞。亲属任杰办不到。如果任杰猜的没错，大人要捉拿王昭燕，不但是为了社稷，也是为了帮助武媚娘洗清罪行。为了不让她2日之后被火星烧死，好向皇上交代。此案牵涉甚广，而且现在事态是越发严重。接下来，我们的调查应该是宁枉勿纵。我记得你在汴州对我说过，你喜欢自由潇洒，想要为百姓做事。现在朝廷很多事情依然不太适合你，所以我命你离开，是想不让你做违心的事情。严大人，捏死我的温柔，随时可致整个城的百姓丧命。杀死王昭燕事小，若他不是真凶，却因此失去了线索，岂不是置所有百姓的性命于不顾？慕容姑娘说的对，
大大，严大人记得你说过的自由潇洒，莫雨亦记得你在汴州跟我说过的止与不止。冒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什么事而冒险。任杰兄，浩辰一向欣赏你的胆识和智慧，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朝廷也有朝廷的规矩，有时候一意孤行，并不能救人，反会坏事。浩辰岂不知人命重要？任杰兄，你若信得过浩辰，便把此案交给我来处理，并离开感业寺。请。我们走吧。啊，狄仁杰，没想到你是胆小怕事之人，缩头乌龟。我狄仁杰只是一个小小的叛族，怎能不听2位大人的命令？若我偏要救王昭彦，又如何？那你又想看着江湖的朋友跟朝廷作对？江少卿，我们对那红尘六绝知之甚少，接下来你要如何打算？我要赶回大理寺，寻求天机堂的力量。天机堂。狄仁杰，我已经给足你面子，随你出来。你要是敢阻止我去救王昭彦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你若真的要救王昭彦，就要听我的。先去查看王浩德大哥的病情，有办法把他救醒最好。切记，不要被人发现。你果真还管这事儿？青儿，我是和你一起学医的，怎么会不知道人命重于一切？现在所有的玄机都在普世殿里，想解开这些谜题，就只能靠王氏兄妹了。任杰现在要掌握更多的消息，才能先朝廷一步找到王昭彦。可是现在城门已封，四周皆是官兵，我们又如何打听到消息呢？难道你忘了我是长安第一大帮的帮主吗？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帮主什么帮主？狄仁杰才是我们的帮主，我已经不是帮主了。就是您让狄仁杰当着帮主，我们才差点跟朝廷开战，还差点自己捏死。哎，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。身为天下第一大帮，我们一定要守住信义2字，绝不能含糊。他狄仁杰为我报了杀妹之仇，我把帮主之位送给他，这是信。慕容清的药王山庄曾经有恩于江湖，我们保护他，这就是义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帮主，长乐帮是当年老帮主临终之前托付给您的，我们兄弟为了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可是却不想为了狄仁杰这样一个外人死得不明不白。他这到了地府里，怎么向老帮主交代？兄弟们呐，我这话都说出去了，你们让我怎么收回嘛？帮主，我们早已替您想好了，我们造反吧！对，造反！对，造反！各位兄弟好啊！帮主，你已经令下了。属下参见帮主。属下参见帮主。参见帮主。看你们每个人神色凝重，是不是在商讨什么大事啊？回帮主话，没什么大事。帮主此来有何吩咐啊？帮主此次前来，正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啊。这次的任务非比寻常，可比之前的要凶险100倍啊！大大别闹了，这次任务也没什么凶险，只不过让你们把王昭彦找出来而已。王昭彦？王昭彦不是死了吗？我们有要紧的事情要问他，所以就算他死了，你们也要给我去地府，把他的鬼魂揪出来。到地府去？怎么？你怕了？张正风，你现在连帮主的话都不听了？
跟风，愿意为了帮主水里来火里去，就是去一趟地府也在所不辞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起来吧。其实任杰这次前来，是想打探一下王昭燕的消息。放心，你们不用去地府找，因为王昭燕并没有死，但详细情况我们不方便跟你们说。哦，所以你们只需要提供消息就可以了。啊。帮主啊，这段时间朝廷已经封锁了长安城，我们不能妄动。我的消息信道已经断了，除非可以去城隍庙，求上那么一签。求签？啊！大理寺是朝廷审核各地刑狱重案的最高机构，为了搜集情报，故成立了天机堂，由大理寺丞直接操控，被朝廷视为最高机密。听闻当年太宗皇帝成立的天策府，亦是机密的机关，其中一职责就是在民间搜集各方的资料。他们不只搜集资料，还会对资料做出分析，其中全是能人异士，彼此并不知道彼此，以个人身份效忠天策府，却能做到府令一出，人人出动。虽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潮涌动。但后来天策府似乎销声匿迹，莫非江山稳定后被太宗给解散了？严大人，天下哪有永固的江山？现在的天机堂便是以前的天策府。浩臣相信，有了这张看不见的网，总能找出破案契机。大理寺寺丞在吗？回大人，申大人一直在阁内阅案，至今未出。蒋少卿，他刚才说，申大人在此阅案。严大人，请你回避一下。好。严大人，请。听闻大理寺深不可测，今日一见，立本是大开眼界了。这还只是天机堂的一部分，还有很多能人异士正在外面搜集资料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，全都是大唐万中选一的天机谋士，负责把搜集到的情报整理以及编序，并存入卷宗之中。申大人，申大人，严大人，感业寺一案，辛苦你了。哪里，申大人。你身居枢密要职，日理万机，才真是辛苦了。哪里。何禅，案情进展的情况怎么样？迷雾重重，王浩德一案，竟和红尘六绝有关，有可能是骆红尘的后人所为。红尘六绝，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名字。闵丁在。去把暗号甲丑36874156拿过来。是。这朝廷有个叫天机堂的神秘机构，专门负责搜集资料。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可是，在天下之外还有个地方，那就是江湖。这个江湖呢，也有一个像天机堂一样的地方，不过他不会效忠任何人，只要你舍得花银子，就能够得到任何你想得到的消息。比如说，王后什么时辰洗澡，
皇上什么时候出宫，都会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个地方就是城隍庙。你把这个城隍庙说的那么神通广大，就这么个破地方，这样的城隍庙到处都有啊！戴帮主，你可算说对了，这样的城隍庙确实到处都有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它才神通广大、消息灵通啊！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把你想问的事情说出来，并求上那么一签，保证城隍爷他会知无不言。既然有这么神奇的城隍庙，好，那我就求上一签。哎，帮主稍等，记得要小心发问哦。怎么？这每求一签便要添香油，香油钱很贵的。多贵啊？确实挺贵的。请问城隍，大理寺少卿王浩德义妹王昭燕现在在哪儿？请城隍告知明路。下签，这代表什么？下签代表他不知道。啊？给了香油钱，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不说这城隍庙神通广大吗？我什么时候说城隍爷神通广大呀？我只是说他消息灵通，知无不言。再说了，你要问他世间没有的消息，就算是城隍爷，那他也查不出来呀。接着再求，接着再求，直到摇出上签，这回是免费的，免费的啊。看来这城隍庙也不是有问必答呀。请问城隍，您所知道的红尘六绝一事，请告诉我。如你所愿。这次城隍爷显灵了。这60年前，骆红尘因病而死，红尘六绝便和他的后人一起消失在世。但这些年来，一直有人不断地打听骆红尘后人的下落，只因六绝的背后隐藏着神秘的传说。传说谁能勘破隐藏在红尘六绝中的秘密，便能霸绝天下。霸绝天下。根据我们天机堂得来的情报，确实如此。霸绝天下，除了一朝天子，谁还敢说他能霸绝天下？红尘六绝中的捏死我的温柔，就已经足以能够毒死长安城的全部百姓。若是能知道红尘六绝背后的秘密，说不定真的能够颠覆大唐，也不一定。拥有这改朝换代的力量，岂不正是霸绝天下？而且资料里面还说，知道红尘六绝背后秘密的人，只有骆红尘的后代骆秋山和骆秋燕。可是10年之前，骆秋山神秘被杀，同时骆秋燕也下落不明。或者，王浩德的妹妹是收养回来的吗？正是。收养的时候多大？现在多大？据我所知，收养的时候应该是10岁，现今20。那骆秋燕失踪的时候10岁，10年之后正好20。申大人的意思是，那王昭燕是骆红尘的后人。这是唯一可以把王昭燕和王浩德之死，还有捏死我的温柔连接起来的线。那红尘六绝，除了捏死我的温柔以外，还有什么？这也是红尘六绝之一。
果城隍的消息是真，那王昭彦假如也真是洛红尘的后人，那他用毒杀死王浩德的嫌疑就是最大的。我赞同你的说法，但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王昭彦虽然是王浩德收养过来的孤儿，但他是王昭彦为手足骨肉，爱护有加。就算王昭彦是洛红尘的后人，他为什么要杀死王浩德？还有，这王昭彦又为什么要进普世殿？城隍爷，还有，什么是红尘六绝？城隍爷，哎，他不是又要强油钱了吧？红尘六绝神秘莫测，常人听过的已是不多，见过的更少。除了洛红尘的后人之外，根本没有人能够同时掌握六绝的真相及去向。现实江湖中流传的有关六绝的资料只有4绝，第1绝就是不要捏死我的温柔。第2绝是易容装备，与为悦己者容。第3绝是一件天下最可怕的衣服，名叫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而第4绝就是洛红尘亲手所见的大慈大悲普世殿，城隍所知一切便止于此。大慈大悲普世殿，难道就是感业寺的普世殿？正是。这普世殿原来是王昭彦的祖先建造。叶叶，咱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？好。行，那你来捉，我来藏。来，不许偷看哦。好。捉迷藏哪里藏？绿草丛里藏一藏，伸出头望一望，头上一只绿螳螂，我来抓人啦！哥哥，你出来啊！我已经看见你了，哥哥。我抓住你了，哥，怎么了？爷爷，这个是咱们爷爷留下的捏死我的温柔，是6绝之一。你发誓，一定要用你的性命来保护好他，记住了吗？千万不能交给别人，记住了吗？你一定要发誓为我报仇。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你千万不能出来，知道吗？最后的机会，说出红尘六绝所在，就留你半条狗命。说出来又如何？还不是死路一条！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你千万不能出来，知道吗？绝的下场，也许你还有活命的机会。红尘六绝本不应该在人世间出现，谁得到了它，谁就有无穷的灾祸，谁
猜透了他背后的秘密，整个天下就会变成乱世。所以我洛秋山绝不会让红尘六绝重现人间。我会用我的性命洗清我洛家的冤孽。这里藏有炸药。死了，你出手也太重了。谁？是我。别哭了，等找到红尘六绝，替你大哥报了仇之后，我们就去大漠，与世隔绝，再也不问世事。可是，王浩德这几年对我，毕竟有养育之恩，现在他落得如此下场，我心里实在不好受。别忘了，他可是杀死你哥哥的3个仇人其中之一。那他为什么要收养我呢？一切都只是因为你是陆红尘的后人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红尘六绝。红尘六绝，想不到这么多人为了六绝牺牲掉自己的性命，所以你更要赶快找到六绝，报了大仇之后，便把六绝这不祥之物给毁掉，让所有为六绝而死的人得到安息。还好有你在，要不我真不知道后面的路应该怎么去走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永远永远的陪着你。对了，普世殿一案有查到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还没有完全勘破普世殿的秘密。不过，我在殿里的密室中找到了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一定要让我的仇人穿上天下间这件最毒的衣服。好，明日我便安排让你离开长安城。现在城门紧闭，你又不方便出手，我一个人怎么离开长安城？放心，我相信你明日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城门会自动为你打开。所有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你只需依计行事就好。相信我。好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相信。